OPPO Find X7 Ultra、vivo X100 Pro， 本期就来看看它俩的表现啊！估计很多朋友也在期待着这期节目。但看之前呢，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啊，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更新下去，让我们这档节目活下去的动力。那么正式测试前呢，还是摄影环节啊，我会拿手机去瞎拍些照片，看的时候啊，别老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我已经尽力让大家看不出是哪台手机拍的了，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还是那句话啊，看着前面的照片，别老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独立发展下去的动力啊。那下面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Find X7 Ultra 后摄4颗镜头，主摄长广角，3倍的中焦，6倍的长焦。X100 Pro 是3颗镜头，主摄长广角，没有中焦啊，有一颗4.3倍的长焦镜头。现在是 Find X7 Ultra 的拍摄界面啊，给了5个焦段切换按钮，中间的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那其他的就是光学焦段了。X100 Pro 在拍摄界面里也给了5个焦段切换按钮，那2倍跟10倍呢是数码变焦啊，其他的就是前面说的光学焦段了。要提出表扬的是呢，每一个焦段在点击的时候呢，都会显示出等效焦段啊，还有就是点击每一个小焦段切换按钮呢，还能出现小的数码变焦选项。比如说1倍可以切换出28跟35呀，2倍可以切换出4650啊，还有4.3倍可以切换出100、135、200等啊，这些都是花了些小心思的。那下面我们就每一颗镜头再结合一些应用场景来好好对比一下两台手机的表现了，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从参数看呢，它们两边可以说是非常相近的啊。虽然说感光器型号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这儿只聊一些跟相场有关系的光学方面的参数啊，所以说它们是非常相近的两台主摄。从主摄的实拍样片上看呢，两边的色彩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OPPO 的稍微素雅一些 ，vivo 稍微鲜艳一些。那么中心解析力上啊，从光学上说呢，两边差不多，但是 vivo 这边呢稍微锐化重一点点啊。再说镜组的光学质量啊，这个看的是整个镜组的制造成本啊，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值不值。那么边角画质把控方面还是 OPPO 的稍微强一些啊。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颜色方面呢，还是 OPPO 的稍微素雅一些 ，vivo 稍微鲜艳一点。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还是不分伯仲的。镜组的光学质量，这回咱们看另一边的表现。那么边角画质呢，这回两边下降的程度是差不多的了。那么结合两边的表现呢，综合水平还是 OPPO 的更好一些啊。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两边就跟一台手机拍的一样啊，非常的接近啊。看来这是一个师傅教的，还真是破不了招啊。总之呢，结合镜头的光学素质呢 ，OPPO 的主摄还是稍微强一些的。再看超广角的表现啊，从参数上说呢 ，OPPO 的感光器更大，视角也是 OPPO 的更广一些。从超广角的实拍样片上看呢，两边的颜色风格差别还是挺大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这好吃的好看的没有标准啊，就是你个人说了算，你觉得哪边好哪边就好。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红边就是 vivo 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方面 ，vivo 的更强啊。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这一个是有紫边，一个是色散严重啊，两边就是谁也甭说谁了。
再看一组超广角的样片啊，颜色风格方面你们还是可以各抒己见啊，反正都是你觉得哪个好哪个就好啊。中心解析力方面，这个没辙啊，还是 vivo 的更强啊。虽然说 vivo 视角窄一些啊，但是这个解析力的差距呢，已经超过了视角的差距了。镜头的光学质量方面，这回看另一边的表现啊。那么这回呢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了，但是 OPPO 的视角更广啊，它是更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啊，所以 vivo 稍微强一点点呢也是应该的。两台超广角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这回 OPPO 一扫之前的颓势了，解析力方面两边差不多了。但是总结起来呢，还是 vivo 的超广角稍微强一点。再说微距拍摄啊 ，OPPO 这边是没有专门的微距模式的，就是拿起手机离近了拍就行了。不管是用哪颗镜头，它就会切换到上一级的镜头来进行数码变焦拍摄。经过我的测试呢，就是拿主摄啊接近被摄物体，它就会切换到超广角，用数码变焦来拍微距，效果呢也还行。但是跟 vivo 这边的长焦拍摄微距比呢，没错啊 ，vivo 是用长焦拍摄微距是最好的。那么效果呢，细节呈现方面呢，还是 vivo 的更胜一筹啊。再说中长焦镜头 ，OPPO 有一颗3倍的，那实际光学焦段呢是2.7倍的镜头啊 ，vivo 是没有中焦镜头的。长焦呢 ，OPPO 是有一颗6倍的长焦镜头 ，vivo 是4.3倍的长焦镜头。那具体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一一念了啊。对比样片还是先从2倍开始看啊，但是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中心解析力呢两边很接近啊，但是呢暗幕细节呈现呢 vivo 稍微好一些，但是 vivo 稍微有些偏色 ，OPPO 这边的颜色还是挺准。现在是3倍焦段的对比 ，OPPO 是光学焦段 ，vivo 是数码变焦。那么解析力呢，肯定是 OPPO 的更强。OPPO 上一代产品就是 X6 Pro 啊，刚获得我们颁发的年度最佳中焦手机奖啊。当然了，它获奖原因呢是白天跟夜晚综合的表现啊。那么咱们到了夜景环节呢，再说这颗中焦镜头的夜景表现。还有 OPPO 这颗3倍镜头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在解析力方面的优势呢，就更加明显了一点。现在是两台手机长焦镜头的对比了 ，OPPO 是6倍 ，vivo 是4.3倍，但是解析力方面呢，两边差不太多。两台长焦镜头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仔细看的话啊，还是 OPPO 的这颗6倍光学镜头稍微强一点点啊，只是稍微强一点点。你毕竟是6倍镜头嘛，你要是打不过人家4.3倍的话，稍微有点说不过去，是吧？啊。那综合起中焦跟长焦看呢，还是 OPPO 的整体更强一些。再说前摄啊，先看自拍的表现。自拍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那么从实拍样片上看呢，两边的表现都是很高的水平啊。虽然说颜色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个区别呢，还真就是风格的不同了。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自拍效果呢？我觉得他们都非常优秀啊。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啊，用的也是默认设置，两边的水平同样是非常高的，但是要结合强光打在脸上时候肤色的表现，我感觉 OPPO 的好像更好一些啊 ，vivo 瞬间有些过曝，对吧？再看人像拍摄的对比，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也没有调其他的，两边的水平依旧是非常高的。人物的抠图啊、背景颜色呀，都是很顶级的水平。人物的肤色呢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个区别呢还确实是风格方面的区别。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 ？OPPO 这边看着白净一些 ，vivo 那边呢看着颜色丰富一点啊。具体哪边好呢？你们说了算啊。我个人觉得都非常不错。再说直出扩张度的表现，先看第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无论是亮部细节、暗部细节，两边的表现都不错啊。就是这暗部细节其实可以再暗一些。那么超广角的表现呢 ？OPPO 这边的暗部细节确实是暗下去了，但是稍微有些损失。vivo 那边呢，暗部又有些过亮了。下一个场景 ，OPPO 的主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暗部能按得下去，而且还有细节。亮部呢，两边的表现都不错，但是超广角的表现啊 ，OPPO 的暗部就有些缺失了。这回 vivo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场景难度再提高一些，主摄的表现两边虽然说在风格上是有区别的，但是水平呢就说差不太多吧。为什么差不太多呢？因为超广角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OPPO 这边的暗部细节呢有些损失了 ，vivo 的表现呢还是相对稳定的。再换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依旧不错，尤其是 OPPO 啊，暗部能按得下去，而且还有细节。但是超广角的暗部细节呢 ，OPPO 就有些损失了 ，vivo 的表现还是稳定。
最后一个场景，洞口里的暗部细节 ，OPPO 的主摄展现起来都有些吃力了啊 ，vivo 的展现还是可以的，超广角也是如此。那么综合起来说，直出扩张度这块呢 ，vivo 的表现还是更稳定一些。再看夜景对比，先说一下 OPPO 的自动夜景问题啊，这台手机呢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首先拍摄夜景的时候呢，屏幕上会有一个夜景提示啊，你给它关闭之后，它依然还是有自动夜景，我就不知道那这个按钮是管什么用的了。不过呢，它的自动夜景拍摄的时间还是挺快的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屏幕左边有一个运动模式的开关，按说你打开运动模式之后再关闭了自动夜景，那应该就是彻底关闭自动夜景了吧？并不是啊。就算打开了运动模式之后，它还是有自动夜景，这就是超广角的这个自动夜景曝光时间呢更快了一些。哎呀，这台手机怎么就那么喜欢自动夜景呢？难道 OPPO 的工程师他又没有宠物又没有孩子吗？他就没有在暗光下拍摄这些好动的小可爱的需求吗？你看人家 vivo 关闭了自动夜景之后，那成像速度就是杠杠的呀。那对于在暗光下拍摄好动的宠物还有小孩的时候，那还是很有帮助的呀。那如果我想拍夜景拍得好点，我直接用夜景模式不就完了吗？来看对比样片吧，先看第一个经典的场景，有强光有阴影。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的亮部跟暗部细节呈现呢都是很好的。但是 OPPO 这边呢是自动夜景 ，vivo 是直出。现在是2倍的夜景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OPPO 这边亮部细节呈现是没有 vivo 好的。现在 OPPO 是3倍 ，vivo 是4.3倍，两边的表现都很棒啊，水平都很好。他们都是用光学镜头直接拍的。那现在 OPPO 是6倍 ，vivo 还是4.3倍。OPPO 的6倍呢，在这个场景下还是坚持用光学焦段6倍去直接拍摄，而且效果呢也还不错。换一个有难度的场景，两台手机的主摄表现都是相当优秀的，但是超广角的表现，就算 OPPO 这边有自动夜景，但是，它也没有 vivo 的直出好。同样的，这个有难度场景主摄的表现 ，OPPO 依然是打不过 vivo 的直出啊，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那么 OPPO 这个场景呢，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在夜景模式的加持下呢 ，OPPO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跟 vivo 比呢，还是有差距啊。注意 vivo 一直都是直出。再换一个相对极限的场景，同样的，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 vivo 的更优秀。从祖传神树场景开始就打开夜景模式了啊，非常的暗这个场景，咱们看看厂家的软硬件配合水平怎么样。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不错，超广角虽然说看起来 OPPO 更暗一些，但是细节呈现可不比 vivo 少。从健身器场景开始，主摄已经出现了差距，细节呈现方面呢 ，vivo 的细节呈现是更多的啊，这跟亮暗是没有关系的。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 vivo 的更强一些。这里要着重表扬一下 OPPO 的中焦，就是3倍镜头，在这么暗的情况下，如果你选择3倍镜头拍的话，它依然是用3倍镜头直接拍摄，而且细节呈现明显强于 vivo。vivo 这个时候呢，只能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了，虽然看起来很亮，但是细节呈现是没有 OPPO 多的。而且这个时候用 OPPO 选择6倍镜头拍的话，它依然也是很头铁的，就用6倍镜头拍。只不过6倍镜头拍摄夜景呢，实在不在行啊，效果呢确实不咋地了。鼠雷小路的场景，主摄的差距又被拉大了一些啊，细节呈现方面是 vivo 的更强，但是超广角的表现两边是差不多的。虽然说你看起来照片亮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放大看细节呈现两边是差不多的。祖传神树 Pro 这个场景主摄的对比，那依然是没有悬念的呀，细节呈现肯定是 vivo 的更好。那这里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大家啊 ，OPPO 在拍摄夜景的时候，主摄的曝光时间最长也是不到2秒，而 vivo 呢可以到好几秒。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已经手动选择了夜景模式，那么你能接受的曝光时间是像 OPPO 这样越短越好呢，还是像 vivo 这样越长越好呢？说出你的看法啊，我希望厂商可以看到你们的意见。再看一眼超广角吧，表现反而是 OPPO 的更好。虽然说 OPPO 看起来拍得更暗，但是细节呈现它就是比更亮的 vivo 强。不过说到底呢，夜景的表现主要还是得看主摄，这主摄强呢，比超广角跟长焦强都重要啊。所以综合来说呢，夜景表现还是 vivo 的更胜一筹啊。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微信、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的表现，清晰度两边都不错，颜色也不错，但是防抖 ，OPPO 的表现不是很理想啊。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这 OPPO 的防抖，现在可能确实有些问题啊，期待一下后期的 OTA 升级吧。现在是2倍的录像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防抖清晰度两边都不错。
但是 OPPO 这边呢，房顶稍微有一些摩尔纹。现在是3倍端的表现 ，OPPO 是光学镜头 ，vivo 是数码变焦 ，OPPO 的防抖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现在 OPPO 是6倍 ，vivo 是4.3倍，清晰度都非常不错，颜色是有些区别的，但是哪个好看呢？大家说了算啊，我就不发表意见了。防抖方面呢，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一些。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清晰度两边都是非常的高的，但是防抖呢 ，OPPO 还是有些问题啊。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可以看出来，如果静止不动拍的话，一定是 OPPO 的表现更好，清晰度啊、解析力啊都是它好，就是防抖不行。现在 OPPO 是3倍 ，vivo 是4.3倍，可以看到 OPPO 就是用3倍镜头直接拍的，而且效果非常好，清晰度、防抖都非常棒。vivo 那边呢，4.3倍就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了，清晰度啊、防抖啊都是没有 OPPO 强的。现在两边都是6倍焦段拍的，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都是 OPPO 的更优秀。那看来 OPPO 要是能解决防抖问题的话，结合白天跟夜晚的表现，它的录像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可惜它现在防抖就是有问题，而且我说它防抖有问题呢，不光拍了1个场景，我至少拍了2、3个，它白天的防抖确实是有问题的。哎呀，这期视频的时间又不短了，夜景跟录像说的还是挺多的啊，尤其是夜景，大家赶紧看看2台手机的工业设计吧，看看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说说你们的意见，我们来结束这期节目吧。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